他14岁提名奥斯卡，18岁考入耶鲁，顶着学霸脸，身材却是逆天尤物，如何才能算女明星的天花板呢？14岁提名奥斯卡，30岁前2封奥斯卡影后，因为太美，爱慕者为了她行刺，退隐20年，统一了智性恋审美。以上说的是同一个人，朱迪·福斯特。最近61岁的她登上了 Elle 跨年大风，短发衬衫，攻气十足大女王。有人未闻她名，那容我用一句坊间名言介绍：别人的美丽要钱，朱迪的美丽要命，还是美国总统的命。1981年3月30日，华盛顿希尔顿酒店门口，美国总统里根正与民众微笑挥手，一颗5.6毫米子弹从他左腋射入，打碎肋骨，刺穿肺部，重伤大出血。白宫势如锅弩，刺客当场被捕。在他家中搜出一封未寄出的情书。福斯特，我进行这次尝试的原因，是为了给你留下深刻的印象。小约翰，辛克利，人在家中坐，锅从天上来。小约翰因精神病被送院治疗，里根因抢救及时捡回一命。朱迪被 FBI 多次传讯，他并无怨言。对受伤的人而言，我所做的算不了什么。作为一个时代的万人迷，疯子甘愿为他杀人放火，实非其事。他的父亲是一名空军上校，母亲在好莱坞一间制作公司当选角顾问。1965年，母亲带着兄妹俩去广告公司，本意是让哥哥应征防晒广告，没想到公司看上了仅3岁的朱迪。从3岁接拍第一支广告开始，朱迪正式踏入演艺圈，之后接连出演了几十支大大小小的广告和电视剧。到8岁那年，福斯特已经接拍了40多条广告。1976年，年仅13岁的他出演了自己的成名作《出租车司机》，影片由马丁·斯科塞斯执导。朱迪在片中搭档罗伯特·德尼罗，扮演一位厨妓。他少年老成的表演技惊四座，获得了第49届奥斯卡奖最佳女配角提名，并夺得英国电影学院奖最佳女配角奖。14岁的朱迪·福斯特在电影《出租汽车司机》里扮演了一位穿着性感暴露、吸毒酗酒、故作成熟的12岁厨妓。她在片中的表演使她第一次获得奥斯卡最佳女配角提名。朱迪超越年龄的演技和灵气，仿佛在霓虹夜色中开出一朵罂粟，美丽不堪折。凭借此片，她提名奥斯卡，头角峥嵘。但更多人认识她，应该是那部著名美食佳片《沉默的羔羊》。冷峻、无情、优雅的嗜血魔神汉尼拔，善良、稚嫩、纯洁的殉道牧女斯塔琳。其中几幕居里至今难忘。一幕是隔着笼子，斯塔琳在汉尼拔凝视下自述童年。他讲起童年那只无法拯救的羔羊，必同闪烁泪花，如在血腥地狱里洒下的圣光。第二幕则是地下室大战，失去光明的女警蛰伏背后的变态，耳边只剩急促呼吸声。黑暗中，她扣动扳机，杀出了一个属于自己的黎明。身为 FBI 为数不多的女警，朱迪扮演的斯塔琳被男性压迫，却依然勇敢聪慧，遭强权蔑视，却未曾怀疑自己。25年后，《疯狂动物城》中的兔子警官就取名为朱迪，向那些在黑夜里发光的女性致敬。有人说，好莱坞从不缺美人，但朱迪·福斯特长了一张聪明的脸，绝非浪得虚名。娱乐圈童星荒废学业、惨淡收场的例子多不胜数，朱迪却是其中一类。她3岁就能流利阅读，11岁就能讲一口流利法语，14岁出席出租车司机发布会，她兼任法语翻译，早慧明澈的令人叹息。在17岁那年，朱迪悟出了那句传世名言：我觉得女性身上最吸引我的特质是智慧、力量，乃至些许疯狂，男性则是某种脆弱感，仿佛在说我也会被伤害，我也很敏感。女性的力量感，男性的易碎感，说他领先内娱半个世纪不过分，或许是把人事看得过分分明。身处红尘，他从不沉溺。1980年，朱迪·福斯特虽然有不小的名气和业绩，但由于经常被告知童星生涯将在17、8岁时结束，而他本人更喜欢读书，因此决定暂时退出演艺圈，一心读书，并在18岁时考上了耶鲁大学文学系。
据传，因专业水平过硬，他在申请季获得了所有常青藤联盟的录取。4年后，朱迪以文学学士学位、拉丁文学位荣誉极优等成绩毕业。导师回忆道，他不是书呆子，而是专注力极强，对知识极度渴求，对自己永不满足。毕业那会儿，朱迪刚好接拍《暴劫梨花》，一看粗简，心太炸了，我演的也太烂了，与其丢人现眼，不如考研上岸。谁料他 GRE 复习到一半，电影封神了，奥斯卡影后拿下了，还能咋办？继续拍呗。腹有诗书气自华，努力女孩命不差。朱迪这辈子就一个爱好，看书。年轻时，他在片场磕法语小说；成年后，他在后台啃学术论文。哪怕已人到中年，走在路上也一手咖啡一手报纸。阅读是一所随身携带的避难所。朱迪引用毛姆的话，在接到《沉默的羔羊》前，他早把原著翻烂。然后导演就看到了一位能背原著的女主。《沉默的羔羊》横扫奥斯卡5项大奖，安东尼和朱迪荣登帝后，一骑绝尘。那年他才刚满30岁，但多年后，朱迪苦笑：我总为20、30岁的自己道歉，因为没能成为想成为的人。作为演员，你永远不能成为自己，通过角色发现自己是谁，才是我一生的追求。最后来贡献出《超时空接触》《国王与安娜》等佳作。可朱迪已无心恋战，他褪下妆容，长了白发，消隐红毯上，走入剪辑室。人类才华的参差，总让人怀疑上帝的居心。当你在豆瓣打开朱迪导演的剧集，一定汗流浃背。《黑镜》第4季8.4分，《纸牌屋》第2季9.2分，《女子监狱》第1季8.5分，第2季8.8分，《环形物语》8.5分。只看见一位女学霸对优秀的极致追求，在娱乐圈卷了个日月无光。记者盛赞他是天才导演兼演员，朱迪则谦逊一笑：我不相信天才，我只相信10000小时原则，为手熟耳，是大神最无解的碾压。朱迪做导演不仅惊艳，甚至还能救人。在拍《心情故事》时，小罗伯特·唐尼正深陷毒瘾，朱迪看不过眼，写下一封劝诫信。唐尼觉得自己天下无敌，不屑一顾。后来据闻朱迪找了几个硬汉哥们，把唐尼连夜拖去了戒毒所，这才有了后来的钢铁侠。与其一个人攀上高峰，我更愿意看到更多人迎风驰骋。朱迪在采访中说道，他希望扶持更多年轻人，帮助更多逆境中的演员。老娘60岁了，我的时间不多，但他们有的是时间，我愿给予他们我所拥有的一切智慧。他笑，那才是真正的传承。那一刻，风吹起他鬓间的白发，美得像一抹白月光。时光荏苒，当年的万人迷已不再年轻。在美国第70届金球奖颁奖典礼现场，朱迪·福斯特在获得终身成就奖时正式出柜。朱迪与西德尼·伯纳德相识于1992年电影《似是故人来》的拍摄现场，之后他们还一起养育了2个孩子 Charles、Bernard Foster 和 Kit Bernard Foster， 其中 Bernard 是朱迪女友的姓氏。2个孩子都是福斯特进行人工受孕所生的。2008年，相恋15年的朱迪和 Bernard 分手。2014年4月，朱迪与相恋不到1年的44岁摄影师女友 Alexandra Hedison 低调完婚。他和同性恋人和孩子低调隐居，每天读很多的书。记者问起他最高光的好莱坞时刻，朱迪轻提嘴角：作为导演进入剪辑室，回到我成长的那些舞台，开车穿过大门，持有停车证，每天背着背包走进剪辑室，在沙发上小憩，平凡、踏实、静水流深，却也是人间至高境界。其实早在10年前，朱迪就清晰又淡然地计划好了这一生。那夜，他荣获金球奖终身成就奖，是唐尼颁奖。这位闪耀了半个世纪的影后朗声道：这像是一个时代的终结，也会是一个时代的开始。这或许是我最后一次领奖，但我会继续讲述故事，因人感动，再感动他人。也许我将不负光鲜，隐于银幕，也会我将默默无闻，鲜有人知，仅有路旁孤犬听闻其声。但那也是我的作品。